在事务所犹如大姐姐一般的存在，特征是洋溢着母性、令人安心下来的身影。写在官方介绍上的这段描述，搭配上从外表散发的气质，层层巩固了千雪身为成熟温柔女性的形象。支持千雪是妈妈派、老婆派或姐姐派的玩家，更是以此为背书来支持自己的理论。不过，就像在角色浅谈提到的，玩家之间也存在着跟声优山田智和先生一样，表明心目中的千雪更像是个妹妹，用字遣词也感受得出立场很坚定。到底是什么样的要素，让包含我在内的部分玩家赞同千雪是妹妹派的说法呢？大家好，我是 Skim， 今天要来解析为什么千雪在我眼中的印象偏向的是妹系角色这边，希望可以让支持千雪妈妈派、老婆派和姐姐派的玩家能有一次深入了解不同看法的机会。支持千雪妹妹派的人也来看看有没有说中你认同的看法吧。在闪耀色彩的游戏里，角色的故事被分成了 P 卡、Support 卡以及活动剧情及呈现。其中 Support 卡和活动剧情讲述的以团体为主，着重在偶像们之间的相处经历。阿鲁斯托罗梅利亚的成员背景，说是决定三人交流模式的最大因素也不为过。具有血缘甚至还是双胞胎姐妹的田花跟甘奈，拥有的情谊就算撇开偶像身份也根深蒂固。这也造成了团体刚成立时，两人跟千雪决定性的不同，感情基础在分量上的差距。加上考量到千雪对于年纪方面的自觉，玩家在六花水仙的第一个活动剧情时，见到那个凡事礼让给大崎姐妹，却也些微感受到矜持的千雪。我认为也是一种体现作为长辈的时候，千雪选择摆出的态度和作风，可靠又亲切的大姐姐风范。当然，随着剧情的推进，可靠的大姐姐和原汁原味的自己，两者界限如今早已模糊。玩家也能进一步在三人共处的场景，瞧见那个有别于故事初期，更加放得开的千雪。田花和甘奈也很明显的更加信赖这样的千雪，从最开始希望千雪能如实表达自己的意愿，延伸第一次说出三个人才是アルストロメリア。じゃあみんなで主役をやろうよ、千雪さん。千雪さんは天野たちを思ってくれてるけど、天野たちだって今日は千雪さんを主役にしたいんだもん。千雪さん、遠慮しないで。千雪さんとなあちゃんと天下でアルストロメリア。天野ちゃん、天下ちゃん、私すごく嬉しくって。ダメだな、お姉さんなのに。すごく素敵。私も一緒に主役をやらせてね。もちろんだよ。3人で主役、嬉しい。到活动剧情流れ星が消えるまでのジャーニー，尤其是田花跟甘奈的父母会主动提起千雪的名字，并愿意把女儿交给对方的举动，说千雪是大崎家钦点作为长女一样的存在，我想也非言过其实。这也不禁令人联想到挂的一个片段，千雪在个人广播节目上阅读笔名叫饭团恐龙的观众来信时，注意到对方直接用名字称呼他，让千雪想起亲生弟弟也是这样。其他关于这位弟弟的情报，在 PSSR Secret Healing， 千雪提起小时候弟弟常常拉着她，说是想听千雪念绘本的故事。就算只是一个小片段，也能得知千雪对于扮演姐姐的角色并不陌生。讲到这里，可能有人开始怀疑，是 Kim， 你不是说自己是千雪妹妹派吗？怎么花了将近一半的篇幅在讲千雪姐姐派的论点呢？其实上述的内容，主要还是想先表达我对千雪姐姐派的认知，也不否认千雪这样的面貌，很好的表现出年上女性的魅力。然而，扣除掉大崎姐妹、亲生弟弟和外形的要素，千雪所展现的面貌是否仍然相同，我抱持很大的怀疑。频道上次做的阿鲁斯托罗梅利亚专题影片，也就是活动剧情乌斯莫伊尔里空嘎拉嘎德的故事回顾，
千雪拜访大崎姐妹，告知参加《阿普林扣斗》杂志事件的决议之后，某晚和哈兹基小酌并商谈最近发生的事。面对年龄相仿的同性时，无论是诉说烦恼，或是被揶揄之后的模样，多了不少渴望得到依靠的情绪表现。同时，因为当下的情境，千雪不是向大崎姐妹与制作人倾诉，而是选择哈兹基这样偶像工作之外另有私交的对象。当千雪不需要肩起照顾别人的责任时，会自然表现出想要依靠别人的倾向，这样的特征就会凸显出来。分かってるの。私はただ好きってだけで、私があの世界を素敵にできるわけじゃない。新しいアプリコットガールが天野ちゃんだったら、私絶対ときめくもん。もうどっちなの？どっちも本当なの。同样在两人喝酒的场景，哈兹基准备买单前，讲出了那句：“就说了我们还年轻啊。”纯粹以当时的状况而言，指的无非是他们还存有孩子气似的，比起大局更想坚持的热忱。但是随着剧情延续，带出千雪更多的描写之后，现在回头来看这句话，拿来注解千雪较为私底下的一面，不也是十分贴切的吗？由于本来就很会照顾人的千雪，都会转而向哈兹基撒娇，巩固了这一对 CP 的独特位置。整个283事务所扣除哈兹基，就只剩制作人有这种地位。话虽如此，千雪和制作人的关系终究没有到独占鳌头的地步。我认为从闪耀 P 看待千雪的描述可以看出端倪。除了制作人曾经自白，千雪在事务所的时候的确像是个成熟的大人，但仔细观察之后，制作人发现千雪既有顽固的一面，也有个性上孩子气的地方。有鉴于闪耀 P 明白千雪表现出的成熟，出自意识到身为年长的一份子，自己必须努力振作的矜持，所以才采取顾及千雪精神层面上的紧绷度，使用倾听对方压力和烦恼为主的制作人风格。最明显并且篇幅最为完整的佐证，是我好几次提到对于千雪的角色曲线和立体度贡献颇为深远的卦。千雪对于偶像身份恐怕会否定原本自己的价值，犹豫的连偶像工作都受影响时，理解完来龙去脉的制作人不是马上给予意见，而是请千雪教他手工艺，借由一步步了解对眼前的女孩子来说重视到不输给偶像身份的事物，再让对方擅长的领域做出能够理解的举例，让千雪重新找回面对两个身份的勇气和动力。很多人会把这份亲密视为一种男女之情，又或者公私分明的回归制作人和偶像的信赖关系。然而用兄妹甚至是父女的相处模式去看这段剧情，年长的一方发现年轻的一方有着过不去的难题时，先放下身段了解对方热衷的事物，找到共通的语言之后，运用自己的精力引导出适合的解决方式。千雪和制作人纵使没有血缘关系，不过两人在相处模式以及给予彼此的角色定位，形容成平时成熟稳重的妹妹，软弱无助时会依靠她有耐心的哥哥，不也是说得通吗？プロデューサーさん。刺繍は針と糸を使うんですよ。温柔成熟、散发母性的千雪，以很多直白的形式，令即使不是主推她或六花水仙的玩家都会留下印象。不过那些千雪面对自己时才越发明显，爱撒娇又有些顽固的一面，更容易说服我那才是这个女孩子最私人的面貌吧。我是 Skim， 感谢你看到最后。就像是 CP 和 P-Love 这类个人喜好影响深远的议题，探讨千雪到底像母亲、妻子、姐姐或妹妹，自己愿意或者说想要坚持什么立场，绝大多数的时候都会影响自己的中心论点。何况既然千雪给人的印象会为场合改变，那么综合所有面向的千雪，才称得上是最完整的千雪，不是吗？你对支持千雪是哪一派有自己的论述吗？对于我说千雪是妹妹派的说法有什么看法呢？
欢迎表达你的看法。要我总结一下的话，大概就是哈斯基和制作人让千雪展现出的自在，比起其他场合更多了一点情感吧。那就下支影片见喽。